到他发育接近成年的时候，这时候你跟他说话，第一话要少。我有时在一些讲课当中我讲，我说6岁之前父母的唠叨和话语都是黄金。12岁之后，父母的话语就是垃圾，讲道理不管用，他听不进去的。讲道理听不懂吗？不，他没必要，他觉得我已经大了，你说那东西我都懂。不要唠叨。而且你说的那个很过时。对，马云说这个很过时，很多家长他一听就太落后了，而且都是你讲了10多年的话了，对吧？你想从小你跟他讲这些话，你讲到最后你还有新的话吗？没了，所以你再说那就是垃圾了。因此到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点到为止。比如说他跟同学发生冲突了，你就问，哎，怎么回事啊？完了，2句话扭头走开。但是很多家长可能就刚马爷说的，可能达不到就是我这种就是能够驾驭的这种能力。那么怎么办呢？你有的时候第一就要尊重他，要多跟他去商量这个事儿。你说这事儿要我认为我要这么做，我会怎么做？你可以跟他这么讲，而不要指责他，就你傻，你怎么能这样啊？这我们很多家长常说的话。他已经很委屈了，你还说人傻，没路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认为我们家长在青春期的孩子啊，我也遇到一些家长说我这孩子可不是东西呢，我说过了就好，过了就好，是过了就好，就得忍嘛，就得忍。所以这个阶段你不要跟他急。刚才我说了，你跟他发生就是冲突的时候，3到5句扭头走开。他会调整的，他当时不接受，但他心里会把你的话当个事儿的。可是你非让他当时认，他绝对不认。就跟刚才你那个，如果你妈妈说别走了，别走了，我跟你逗着玩呢，你肯定心里特温暖。就是你妈妈有一句软话，你以后你也不会真都脱了就走，不会的了，对吧？所以父母在这个年龄，就是孩子这个年龄段，你先横就是雷声大，到最后雨点很小，然后一幽默就回来了。但我觉得家长从小也应该建立起这种沟通机制。就是我那天问我妈说为什么，因为我妈也老唠叨，就是她同一个话反复说。我问我妈，我说你为什么反复说呀？她说因为她觉得我没有理解她的话，我没有给她一个回馈机制，表示我收到这个话，她就觉得她的话不受重视，所以她会一直说。那我觉得如果家长从小建立起来这个沟通机制，小孩说好我理解了，或者说你这句话我不高兴了，而这句话说的我很舒服，你把这个沟通机制建立好起来，就是大家的话都会变得很少，你知道，就不至于那个反复是一个语言污染和语言暴力的状态。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父母要有个意识，就是孩子小的时候该说就要说，该立规矩就要立规矩，你该严肃就要严肃，你别小的时候你放开了宠。哎，我那天看您教这个几个秘诀，我觉得挺针对一个什么问题？我其中讲到3岁上下说不行嘛，为什么要在3岁上下说？对，我也看了那个。越小说越好。你小的时候不答应他，他大不了地下给你打滚儿。你不要等他12岁了才不答应他。你现在你知道很多家长他确实没办法。你比如说这个玩 iPad，玩游戏。那你这个说，哎，我现在发现常玩游戏的有些小孩啊，他要不做作业，他要这么玩，你怎么办？就最终得抢吧，抢了他甚至都啪一下，他能一定要小的时候做这件事儿。你比如我这第3代啊，有一次在家里头玩那个 iPad 看动画片，我看半个小时了，我说你再看眼睛不好，我就给收起来了。他当时就这样，就抬手给我一巴掌，我当时就站起来了，我说你得向我道歉。然后我就走开了，走开以后他就在那儿生气，也不理我。过了大概若干时间，他主动开始，我到厨房他就跟到厨房，我到书房他就到书房。我说你得道歉，因为你刚才动手了，也就是我没动手，但是我给他收走了。所以到最后等到这事儿结束以后，我告诉他，我说我为什么要收走呢？其实我知道你看得很快乐，但是他对你眼睛不好。我说到时候你要眼睛坏了，那你就大了，你想你看不见的生活是什么样？所以我说我是对你好，我才这样做。我说以后姥姥说到什么时候不能看就不要看了。后来就很规矩啊。我有时候他看着，他知道他不动，然后他看我看的时候，他说那你能不能不看，跟我玩一会儿？我说那好，我马上扣在旁边。这就是立规矩。所以你小时候不立这规矩，你到点要结束，比如我让你看半个小时，但是多了不让。你小时候不立这些规矩，你到大了开始立。所以我说这个我们很多的家长是属于什么呢？他该管的时候不管，他不该管的时候他开始管。也就是说到接近成年的时候，尤其青春期，我们也叫他接近成年。什么叫接近成年？就是他要开始摆脱对你的依赖了。这时候他就自己就觉得有很多事我要自己做主了。你前边没管，你现在开始管，也就是他要做主的时候，你要开始管，那冲突肯定非常大。您比如说啊，要是有那叛逆的孩子，他就是不跟你服软，就是不跟你道歉，你说关小黑屋，关小黑屋。不是，我说的是6岁之下。6岁之前， 12岁之后绝对不能这么做。12岁之后就父母要示弱。
那该怎么做呢？父母示弱，比是如说怂了，不是我跟你道对歉，，不是不用道歉。比如这件事儿，你现在说了这样你不对，你应该怎么样，对吧？你比如说你现在正是关键时期，你不能老晃荡，你晃荡完错过这几年，你今后一生啊怎么样？他不听，那怎么办呢？然后你就可以冷眼看着他，不再说话了。然后呢，他这时候他就会很难受。你就给他对斗智斗勇，这时候是斗智，小时候斗勇。然后甚至你还可以跟他讲，你说我工作压力非常大，我帮不上你什么忙，你现在接近成年了，我觉得你应该能管好自己。你看看我现在的什么事儿啊，我都挠头，然后还有什么事儿，我自己身体体力不支，我现在对你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了，你要学会示弱。甚至你还要把自己的问题，哎，我跟你讨论问题啊，如果你看啊这事儿遇到你会怎么处理？孩子这时候他会想，哎，我给你出主意，他反而接近成熟。我记得您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不能骂，因为好像那就你就没有道理。小的时候是不要骂，不要打，不能打，那你是以大欺小。对，也不要走开，对，然后也不要在这会儿说话。你就坐在那儿笑眯眯的看着他就行，就是说不妥协。瘆得慌。比如说你让我给你买玩具，没有啊，陪着你，就是不给你买，但是呢，我不会离开你，你不管怎么闹，对，我就陪着你。对，我觉得还要就是说清楚，那就一次就行。对，而且我觉得说不止一次。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成年人教育孩子的时候一定要说话算数。你比如，我那时候啊，就儿子小时候啊，我知道，那儿子小时候我管得很严的，比如出去他要买一个玩具啊。他要买，我说不能买，今天不能买。那时候买玩具还是专门跑到那个王府井那个专门儿童用具商店去看，他隔着玻璃那种渴望。然后他突然他有一个，我那儿子小时候有一种语言力量，他跟你说，他说爸爸，你要是我，你就知道我有多么想要这件玩具了。当时把我说的那个内心大动哈。但是我前面说了，我今天不能给你买。对。当时我基本上都快投降了哈，我说那也不行。今天就不买了，他就开始哭了。他一哭呢，就是他已经示弱到头了嘛，我就很火，因为这公共场合你哭就给我下不来台嘛。我说要哭回家哭去，然后他就不哭了。不哭了以后呢，就是说笑笑就回家了。到家以后呢，他搬了个小板凳在屋子中间，哇就痛哭啊，就痛哭。然后我说，哎，我说你怎么哭？因为我认为就没必要再哭了嘛，那个难受就过去了吧。然后他哭的时候边哭边说啊，说我长大了，绝不能让我儿子受这么大的委屈。他这个语言厉害，你这青出于蓝胜于蓝。然后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觉得，就心里就没有办法应付这事儿。但是说话一定要算数，这是我认为所有年轻家长必做的一件事儿。对，而且如果你妥协一次，就妥协无数次。但是我觉得这里可以加上一个协商，也就是说你给他留一个出口，比如说哈，这个今天呢咱没计划，咱今天买不了。然后呢，这个咱回去研究一下怎么来买啊，咱们得先把钱得凑齐了。对，你这样给他一个希望，然后回去你再提要求。所以我那个在讲这个孩子教育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要有进有退。但是您说这说话算数是非常对的，就比如说我答应周六陪你去玩，如果我周六去不了，一定要告诉孩子，我今天去不了，我哪天我一定赔，我要补回来这一回。补偿。对，也就是说你答应的事儿、承诺的事儿，一定要做到。但很多家长就缺乏耐心，他们就靠骗，说好这个你多少分我就买给你。但其实小孩就很认真的把这个事情当做是一个事儿，因为这在他世界里就变得特别重要。但是你的考多少分，说那我本身没有给你买的计划，那他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摧毁了。像我小时候，我父母是我妈他是把我当成一个大人，我小时候想当买玩具，没发育好吗？对，没有，大概5、6岁想买玩具，我妈说不买，我说为什么？说因为我们家穷。我说我们家为什么穷？她说因为你爸妈工作能力都不强。然后我当时就理解了，你知道，就是我觉得你也不要低估小孩的理解力，不要从小一直把他当小孩的骗哄，说话不算数，然后有朝一日你忽然希望他像一个大人一样成熟、讲理和理性。我觉得大人的这种期待是非常。你小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小时候是一样穷的。你小时候也是一样穷，也一样穷。对，但是现在孩子，小时候都穷。今天的孩子不一样了。我意识到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谁家房子比我们家大多了，谁家有什么车。这话不是小孩的，这话一定是孩子听的大人的。一定是他妈说的。因为我在谈到这个孩子的心理问题，包括我们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基本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表现都一定是折射。折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孩子他任何一个表现，基本就是他父母的水准。你要说这孩子有教养，他父母一定有教养，除非他父母没自己带。
如果父母是一个有很智慧的人，他孩子就会很智慧。如果父母经常就是属于天天就聊的就是你刚说这些话，啊，谁家房子了，尤其是女性啊，妈妈啊，爱聊这些话，孩子听着他就这样。小孩对差别没感觉吗？这个孩子有的玩具我就买不起，因为今天社会已经有贫富的差距了。他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你比如说我女儿带她孩子怎么解决？她每次带她下楼的时候说，你拿上2到3个玩具。干嘛呢？下楼，然后跟别的小朋友互相交换。对，便宜的喜欢哪个你就把，不是他换的就是换着玩儿，然后回家的时候还拿着自己的回家。所以呢，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觉得我可以不买，我下楼就可以玩他的，他就可以玩我的。啊，富人家的也是我们家的。对，这个其实我认为在教育当中有很多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就是说他要什么你都要满足。确实你比如你给他这个，他就是想那个，你都给买回来吗？不可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带他去接触了其他的孩子，又学会了互相交换，然后呢，他有的你没有，你有的他没有。您讲这个折射呀，包括方舟刚才说的，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前一阵那个电视剧，那个倪大红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都挺好，都挺好。对，为什么引起那么大反响啊？哎，这里边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成年人精神都有种种的问题。是吧？你成年人都没有完成成人化的过程，你都是人格不健全的人，甚至你都是一肚子牢骚、委屈、黑暗。对，那么这个东西真是个，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麻烦啊。我们很多家庭一旦离婚，就跟还没离呢，就开始告诉你爸怎么坏，哎，你妈怎么样。所以他教孩子仇恨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就是尤其在这种单亲家庭特别多见。所以就是你刚刚说这个问题，确实是他就没有意识到，就是说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讲，他的血脉当中2个人都有，你让他来做这个事情去恨一个人，这等于是一个分裂。所以这种孩子大了以后心理上都有严重的问题。为什么我说我听到一些孩子他的有种种的，他觉得父母贬损我什么？就像你说的，实际上他不是说立一个规矩、立一个法的问题，他拿孩子当成出气筒，释放他自己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包括这个他在外边社会上感觉到的种种的差别，他的不平衡，他靠打着孩子，你给我将来要出息啊，对吧？你得挣大钱，你得成龙成凤啊，全指望你了，然后都是。谁家孩子怎么着挣了多少钱？谁家孩子是考上了一个什么？就全是这些个功名利禄，然后呢，就他就是这么评价人的。打听就是刚高考完，我记得我走到一个楼门口的时候，就听一个人说：“哎，你那孩子考了多少分啊？报哪个学校？”我后来就在想，这个你就不应该问，因为人要考好了，人会自然告诉你。人家万一没考好呢，你这么让人多尴尬，对吧？所以就是刚你说打听完了以后呢，就后边去议论。我就觉得这种八卦，往往他带出来的孩子，要么就是属于那种我觉得那种他对你的关心，给人感觉的好像是很怪异的。你觉得那是关心吗？肯定是不是关心啊？但他表现为说，那我关心一下怎么不可以呢？他整个一个就是所谓的社区文化，就是个八卦文化嘛，就是打听嘛。而且父母他有压力啊。你比如说我这孩子没考好，为什么这母亲对孩子，尤其在高中这阶段，他那么大的压力？他不光是自己的问题，他还面子问题。对，而且这个面子背后，它隐藏着一个社会打分机制。你就比如说一碰见人家小孩考上大学了吗？啊，考上了。那个什么学校啊？然后呢，这工作了吗？挣多少钱呢？然后下边就该找女朋友了吗？结婚了吗？你要说结婚了，生小孩了吗？你看这一套，你要作为他这个父母圈里的人，他都会觉得，哎呦，少了这一环呐。好像我们家就被低分了。我觉得打分机制就也没问题，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防止这种，因为你进入社会还是打分机制。但是我觉得家长就是从小确实是以别人家的孩子举例和做比较，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方式。就是因为别人家的孩子也有别人家孩子的问题，他展示出来的一定是好的一面。我特别想就对那个青春期的这个家长啊，就家里有孩子青春期，就是在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我觉得这个阶段，父母应该跟孩子聊最多的，就是人这一辈子都有哪些种活法。这个活法呢很重要，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跟孩子交流哈，我说我觉得你记忆力特别好，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做哪一类的工作，然后呢，我说你操作性好，你可以做哪一类的，然后在他高考之前，我可以给他提出大概5种，就是可以发展的今后未来的方向。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不谈这个。
打电话给我说，我孩子考了600多分，李老师，你说他报哪个学校好？我说他考600多分，不知道报哪个学校吗？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他就是管一个分数，然后考高分，然后著名大学，从来没有让孩子去有一个自我的选择。所以我觉得青春期尊重特别重要。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就是从小吧就把着，小的是宠，后边是严，他就没有一点点那种就是商量的这个余地。为什么我强调亲自养？一定要自己养。你最辛苦的时候就是积累资本的时候，资本就是钱能生钱嘛。什么叫钱能生钱？就是你以后要教育他，他要能顺从你、听从你，是因为你前边有这个资本，你养过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保持这种沟通的渠道。我认为呢，所有的家长啊，前面的事儿都不会讲，没有家长像李老师这样是个心理学家，因为都不懂嘛。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冲突了，就是在青春期，女孩12岁，男孩14岁，就所谓逆反期啊。他冲突的时候呢，我当时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就是克制自己哈，因为你每回冲突，你就知道他无理，肯定是他无理。对吧？起码我们你这本身就有问题，肯定是我们认为他无理，对不对？这个话没有错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先坚定地跟他站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有一个危险，就是孩子啊，逆反期的时候，他一旦关门，你彻底不知道他想什么，那你就死了。那么不管他说什么事儿，我老说你是对的，然后我再跟你说，比如小孩啊，一开始是14岁男孩开始突然恋爱了，那所有的家长第一听这事儿就脑袋就大了，这么想那样，就是老说这个，我不，你怎么孩子说那个我喜欢一个女孩，我说你太晚了，老奸巨猾啊，你说你太晚了，我比你还小就喜欢女孩了，他一下就跟你特亲。啊，还有这种事儿啊！我还晚了，就是啊，然后你就跟他站在一个沟里去了吧？啊，然后你告诉他，慢慢的告诉他，不要当天隔几天你说你那个事儿是个瞎事儿，我告诉你，天下第一回都成不了。对，我也听过一个这样类似的故事。先摆出一个识途老马的姿态。对对对，你一定要跟他，就是不管孩子说什么，你第一步先不谈论对错，先跟他站在一起。对，这事儿然后比你厉害，再去谈论对错。哎，如果你一开始就谈论对错，他光把门一关，他不跟你谈，你就不知道了。您说这我也听过一个，就是一个儿子跟他爸讲，我看上我们班一女生，然后呢，他爸说，哎，我儿子挺有眼光的，这女孩不错。对。然后后边那句话就是。你要打算今后就在县城工作了，生活，我觉得这事儿你可以敲定。如果你要想上北京去，这事儿我是建议稍微再等等，先别现在就敲定。这父亲就很聪明。哎，您这特别。您要这么说，我也想起一个富翁，哎，那天跟我说，我觉得他也挺聪明。他说这个我肯定就是我不让我的孩子高消费。他说这个我孩子好像一上了高中啊还是什么，他知道他爸有钱呢，就是说我要买法拉利啊。他说我是可以给他买这个法拉利的啊，他说，但是我跟他这么说啊，我这个车呀有从夏利到法拉利的这个一个区别。他说呢，我要给你买了法拉利啊，我就剥夺了你一个乐趣，剥夺了你先开夏利，最后你凭你自己挣的钱开上了法拉利。他说你知道爸爸原来开的是什么破车，到最后开上好车之后那种快乐。他说我要现在就给你买了，对你不公平，我就剥夺了你这个快乐。哎，他孩子听进去了。对，是，所以我觉得先认可，就是我，因为这个事儿我不是在这儿说哈，我跟我底下所有的人都说，因为每个人家里都遇到过这种问题。我说你第一个就不能关门。你关门，他关门的速度比你快。你一指责他，他帮把门一关，然后他第一个物理关门，就他真上他那屋里去；第二个他心里不跟你说，他后面的事儿你都不知道，最后都怀了孩子你都不知道，对不对？你先跟他说这个事儿，因为他相信你的时候，他才能跟你说。你跟他站在一起，一定是个好事儿，慢慢引导，不要急。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天呢，其实呢。就是在这个中学啊，就是懵懵懂懂的这个时候啊，然后呢，这个好像跟这个女生啊也是，那都谈不上早恋，懵懵懂懂，大概是拉了一下手，还是怎么样？不是，但是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性教育啊，把这个孩子愚昧到什么程度啊？就那个女生啊，怕怀孕，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哎呀，我怕我怀了孕怎么办？结果我塞在床底下，结果我爸爸妈妈翻出来了。
好家伙，我爸妈这一晚上跟我说，就说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着能怀孕，你知道吗？我说，但是我就没法说，但是最后我爸爸妈妈都跟我聊完了，又不放心回来说，哎。这个你可不能跟我们撒谎，真怀了孕，我们也有办法。你说那个时候，就我觉得这种就特别好，我特别反感在那个经常看网上流传的一些微信图，就那种班级的微信群，老师发什么宝宝妈，然后你们家宝宝在学校干了干什么，然后宝宝妈就回说报告老师已打，或者是报告老师已教育。我特别害怕看到这种那个微信，就是因为对于小孩来说，家长确实是唯一有可能去理解他的人，但是呢，就是因为老师其实全班那么多孩子，他很难一个一个去理解。你家长是最理解你的人，但是你家长还站在外人的角度来去指责自己，这对小孩来说特别大的那个屈辱。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小孩是没有资格跟大人讲话的，他需要大人来跟大人讲话，因为他自己没有资格。但是大部分的大人，我觉得他们在这种场合，他们都会站在其他的大人那一边，然后把小孩放置在一个非常孤立和绝望的境地内。哎，所以咱们说这个也挺关键的，就是说你先得跟他站在一起，对吧？对，我觉得像这个妈妈，她当时如果这孩子跟别人发生冲突了，你要先问问你因为什么，然后呢，如果对方就是自己的孩子非常委屈的情况下，你可以跟他幽默一点。要不要我出面跟他们打一架去？啊，他这么欺负你，我来帮你啊！别看老妈啊，跟他们打没问题。那把他先说乐了，对吧？说高兴了，然后再说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下次遇到这种事怎么办？哎，这个对于普通人太难。我觉得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无论什么事儿，先放一下，就宁肯自个儿生气。你比如生闷气，我就不说话了。但这闷气一般情况下生不了多长时间，它就会过去。所以不在那个最紧急的情况下，就是事缓则圆。对，其实对成年人也是一样。对，有些事儿先搁置一下。对，因为人当时的这个气儿啊，哎，梅金老师，你说这个人的极端心理是怎么形成的？不是，我以前很早就是谈到这个情绪，你刚说情绪，我就有一个建议，就是无论你和谁发生冲突，你就记住，一般就是3到5句。如果是冲突，就正常说话，咱们可以慢慢说，对吧？你来我往。如果就是我跟你吵起来，我说你一句，然后你顶我一句，我再说你再顶一句，再说一句，你就有点急了。这时候你就扭头走开。对，叫做3到5句，到点能停下来，这就是高人。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明白人，因为什么呢？已经到这种程度，就是这事儿说不清了，你不要再去争上下，你争上下势必就只能是互相拱火。他一拱火，就我以前讲过，情绪问题它是属于一句话，他大脑的一个区域兴奋，你再来一句，他没下去呢，又接着一个区域兴奋，当他整个嗡的一下，那这人就疯了。就是您说，就像你说的，小时候也是都是一楼里的都是父母打孩子啊。我就是说，我老说我对外国的了解都是从外国电影里看到的。我在外国电影里，我感觉到他们的家庭气氛似乎都比较节制。就是你像看我们的电视剧，我不是老有一个感觉嘛，我的隔壁只要在看中国的电视剧，哪怕是最好最优秀的电视剧，吵架，哭爹喊娘，对，烦嘛，大喊大叫，所以我就觉得，但是他也很真实。你小时候，您说为什么咱们的家庭就非要那个哭爹喊娘打的？我看有的外国电影啊，你看他那个就是说家里啊，包括夫妻一说的一句不高兴，动作稍大一点，你先到你的房间去，这个。不说了，对吧？所以你看，连外国电影、外国电视剧，他无比的愤怒的时候，但他讲话的这个范儿是稳的。对。我觉得这跟他那个社会的，包括居住条件都有关。你像欧洲很多国家，它都是一家一户单独居住。所以你叫喊没人管，为什么美国人让你持枪？我们是为了让就因为有听见吗？对呀，就是因为你那个家里进了人了以后，你没枪的话，你得不到帮助的。就是为了所以我们从小，我们现在也一样。你看农村，它一片，咱们工厂都是一排一排，对吧？所以每家的事儿都能听见，因此他的目的，你为什么有些人到网上去说，他要引起众人的关注？我还以为是忍不住，怎么会想让别人家丑不可外扬啊？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我们从小就受到这个教育。我认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包括我们的居住和我们的客观环境，造就了这样的一个整个，这叫民族性。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就是父子之间啊，它的文化因素特别重的就是我们的3纲5常，父为子纲，对不对？
就是你爹就是对的。那么尤其他其实不一定，尤其现代教育对呀，不一定。但是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所以他当爹的就是当爹的，尤其在孩子未成年的时候。现在当然我们的社会分化很厉害，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些话很难就应付于每一个家庭。对，有的家就是彻底的放纵，什么都不管，你爱干嘛干嘛，你惹什么多大娄子都跟我没关系。但有的家呢就是使劲捏着，有一点不轨，他就觉得天都快塌了，所以都是不一样的。哎，但是哪种教育方法也都能产生好孩子。对。你说这个也，我也见过放纵的人，那孩子也没变成流氓啊。对，是，对，那就是我们的文化叫树大自然直，这是一种说法吧。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呢，还是同样的文化，它叫棍棒下面出孝子，对吧？它都是没有道理。你说哪个有道理？我这个我要讲点不同观点。哎，他这个里头啊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带呢，他有几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说，刚我说的，父母人就好，父母人就好。他孩子又一直自己带，孩子跟父母的本质上，也就是说，我知道我爸他下不去手，他就吓唬我，所以你怎么打我也不会恨你，我知道你在吓唬我，所以他这个亲情关系垫底儿特别好。然后呢，就是有这种亲情，你就是打，就咱们那时候小时候谁不打？我说我是女孩都被打过，所以这正常的。但是你从来不会恨父母。还有一种呢，放纵也是这样，放纵它不叫放纵，它叫什么呢？宽容。这个爸妈也是自己做事是有谱的。也就是说，他自己知道到什么时候能停下来，他孩子看在眼里，他就知道这时候就不能再往下做了。所以你看似放纵，实际上他就是我们叫不教而善。不教而善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定有身先示范，这样的孩子不会出问题。但最糟糕的是什么？就是爸妈自己就是整个人品就不行，做事各方面没有任何节度，然后呢再肆无忌惮的宠这孩子，这就是小霸王。还有一种呢是父母就是那种自己就不行，但是还说一不二，那这种孩子一定是逆反。所以就是我认为这还是跟父母，就是所有的问题实际上都看出父母来。哎，您讲这个有意思。你知道前几年网上有一个小团伙叫父母是祸害，父母皆祸害，父母皆祸害，被封了已经，被封了，对，被雪藏了。知道这为什么吗？啊，这种父母怎么会成为祸害？就是有一种父母养孩子是这样的，我挣了钱养你的。他的这个养就是我保证你的钱，你要花的我都给你了，所以现在你只要不听话，我首先就拿钱说事。哎，这是祸害在哪儿？就是说他父母拿了点钱，你就该决定我所有吗？这是最没辙呀！我妈就是说父母皆祸害，她说父母都是祸害，父母首先要意识到这一点，在你干涉小孩的这个人生选择之前，你先要心中有一个警铃，就是你有可能我是不是个祸害？对，但是大多数父母他不会把这个概念引入到自己的这个内心，你知道，他不会假设自己是祸害。但我妈说，你先假设自己是不是祸害，你再来看要不要干涉小孩的选择。你看我在孩子到初中这个阶段哈，第一呢就是我跟他谈事儿的时候，基本都是在去超市或者在遛弯儿这个过程谈，我不在家里坐在这儿去跟他一本正经谈一个事儿。第二呢，就是涉及到特别敏感的，比如我说的，我发现他交朋友了啊，交男朋友，但是我又觉得有危险，那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么晚？那像这种情况，顿时就自卑了。这种情况呢，我就不再跟他去，我根本不唠叨。我就很认真的给他写了一个很简单的，就我说那个信，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当中就先是马爷说的夸他，就是你有人爱你，说明我的女儿可爱。我先夸他，然后我告诉他，我说爱实际上是什么？我说一个人爱你吧，他是喜欢你，但是前提是他能不能养你一辈子。我就这信里头把这样话写得很清楚，因为明天就给你找一大款。不是，但是也得喜欢，就在你在这里头告诉他，爱情和什么有关。而且你们的儿子对你们，我觉得关系也都是其实暗含崇拜，就是这是有的，觉得很为自己的父亲自豪啊。但是我就跟你说，每个人的父母都是不一样的。我才意识到，义军，你有没有发现？你比如说啊，好比说我有时候在一个节目里讲，哎呀，我说这个父母啊，现在老了。这就是特别疼惜他们啊！哎，我就看有的时候弹幕就会，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让他说，哎，文涛跟父母感情好，文涛很幸运生活在一个父母很好的家庭。我才意识到，在今天，可能不是多数啊，但好像有那么一个少数吧的年轻人，
对这个父母啊，简直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呢，非常反感。比如说啊，你有这样的父亲，所以你对你父亲有感情。我的那个父母就是对我呀，简直是把我当成他的出气筒，把我当成他的工具，把我当成他人生的这个寄托，要塑造成他那个样子。什么还有什么把他人生的失败全都发泄在我身上。对，这可能会很多，不是少。现在接触这样的这个直接接触的人不多，但是看到的这种新闻什么的很多。社会的，因为我们社会主要是变化太快，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理念不同，所以它的这个矛盾冲突就大。我们小时候啊，有一特别明显的一个规律，就3大教育系统：家庭，这是第一个教育系统；第二个教育系统是学校；第3个是社会。3大社会教育系统呢，指向一致。今天不一样，今天它指向不一样，所以它肯定是冲突的。我们小时候从小受的那教育，爹妈跟你说的话，跟学校说的，跟社会学的说是他妈一样的。现在是爹妈说一路子，到了学校是一路子，走上社会又变成另一个路子。那么每个人呢，就是不管你学的是什么，当他能独立生存的时候，他一定选择最有利于他生存的，他就这个价值观就冲突。他本身，而且就是很多这个年轻人背井离乡啊等等，就是跟父母的生活环境完全都不一样，也不一样，对，各种方面这也是个问题。就是他在城市里生活，父母在农村里根本就看不惯。首先你那浪费他就受不了。还有一种也可能是个阶段性的。我们小时候肯定也对父母有很多的反抗，我就记得一个你刚一说让我特可笑的事情，我小时候给那个童话大王郑渊洁写信，就说我妈打我，就会干这种事儿，就你会抱怨父母，这是一个很日常的事儿，但是慢慢你长大了，可能这个阶段会不一样嘛，而且人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叛逆。比如我小时候叛逆，就是我到北京来上学，我选大学全选的北京，我不在上海待着了，就这种想远远离开这种冲动一定是有的，但你到某一个时候又会回归等等。你说到这个父子，我有个朋友，就是他那时候就他要生孩子了嘛，就他老婆要生孩子，他就特别恐惧。他说：“哎呦，千万别生一儿子，因为他老觉得父子之间的这个冲突会非常的大。对，就是父女或者母女母子都没那么大冲突，一想到要生一儿子，他就会特别紧张。还好他后来生了个女儿，但是就是说他会预见到有这2代人有冲突。还有一个就是，有个量。”就说刚才说的管束啊，叛逆期啊等等这种，你对孩子的爱到底有多少？量，我们很少给予爱，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变成了恨，恨他这个不行，恨他那个不行，恨他缺这个，恨他少那个，一定要把他塑造成什么什么什么，老说要是人生赢在起跑线上。他们就相信了这些鬼话，然后做一些鬼事儿，虐待这些孩子，不让他们休息，剥夺他们玩的权利。这些量如果过重，就会变成了仇恨。所以我真是觉得我选择是对的。从小我就跟我孩子小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孩子说，上学以后不许考100分，考100分回来我揍你。这怎么讲啊？就是让他别把自个儿逼得太狠了。对，玩，先是玩，小孩上小学就是玩，60分就可以了，就别59。对，所以我那孩子到周末我就带着他玩去。那时候玩的地方少，就到我们那山里头去啊。大山里头、泉水里头，那树上什么玩，就是玩。您说的太好，快乐极了。我真特别庆幸，我当时的这个选择还是对的。首先，我们父子感情就深，对，我们很少发生那种冲突，很少发生。可是现在做家长要这么做，别人该说你这家长不负责了。我们那时候也这样，经常的要叫家长到那个学校里去。你也给叫去过？我没去，我坚决不去。这是其一，其二我太太去。
这爹会躲，老师也冤枉，因为老师有一升学率。对呀，你那个好的老师哈，你尤其一个是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的时候，他都有这种，你有多少学生考进多少好大学，这个太要命了，这太要命。但是就说是不是孩子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没有，如果你对他要求不高，没有，不可能。怎么说？他出去走到哪儿都要有竞争，这是铁定的。不是说，就你现在学的少一点，他就赶不上，不可能，因为他的大脑还没开始发育到那个程度，就给他去上奥数，没道理，那真是折磨孩子，叫泯灭天性。哎，所以现在政府都是要遏制这个校外这个绝对是对的这个培训，就是说绝对是对的，就是不能在起跑线上就有这个压力和不平等。对啊，不能那个坐视不管。但是您又要求说，是18岁必须得自食其力，不能还靠着我。18岁必须自食其力。那老考60分能吗？能。您的儿子大鱼能？不是，当他大脑发育很好，他的人性非常正。他做什么都能自食其力。我认为我同意，就是这个现在如果你想自食其力，就比如孤立无援，没有父母什么东西扔进社会，今天挣个钱，挣一份钱养活自己不是很难的事。当然你不能要求说我今天挣着钱，今儿酒吧，明儿什么5星级大饭店，这不行。就是你养活自己，我觉得一个健全的人养活自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今天的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对。那你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他有没有靠你的地方？他也有，但是他在上学的整个过程和他工作中，根本我从来不会帮他。我当时他回来从国外学习回来以后找工作，说爸，你帮我找个工作吧。我说可以啊，帮你介绍个工作，但是我只是负责介绍，去了都是你自个儿的事儿。从那以后就什么都不会管。现在这社会上说最焦虑的父母，实际上是中产的这个父母。他们说因为什么呢？他最怕自己的孩子不如自己以后的生活。就是如果你是就是说最底或者最高或者怎么样，他们都没有那么焦虑，可能也就这样了。他是可上可下的时候，他就特别焦虑，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过得比自己好，所以会产生很多的竞争。他凭什么过得非得比我好？他跟我一样就差不离了，对不对？跟您一样也难啊。再说跟您一样更难。我说的我是指父辈这一层人，为什么要一次要比一次好呢？这个一次比一次好，那你等于把自个儿最后就放到绝境去了，是不是？你登到最高处，你就等着摔嘛。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发达社会都是这个状况。发达社会的竞争反而没有我们现在那么激烈了，就是它激烈过程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是你，尤其像我们像咱们不说欧美吧，就说亚洲，你看看像日本这种社会，那每个人就是打一份工，挣一份工资，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心态可以放平，对，心态一定得放平，就是心态放不平，是一切事儿都做不好。哎，您说为什么哈？就现在就是我感觉到有些年轻人的父母啊，他对孩子的那个期许啊是那么强烈，中国人啊，文化呀，文化呀，哎，就是强烈到了，的确就是您说的，是不是？你甚至有点怀疑，是不是超越了爱的这个这个限度？超越了限度。就对，他是当然都希望他早结婚、早生孩子，或者说是希望能够考上个什么好学校，找一好工作，甚至能够成为出名。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的时候简直就到了这种，哎，对，断绝关系，你再不怎么着，我就断绝关系。对那这个人生的这种过程丝毫不理解，就觉得这个考高分就可以改变自己的，不是那么回事儿。还真是，这人呐，我觉得还真是有一个健全的身心，对，就咱们说的这个情商、智商，而这个需要在一个健康平衡的环境里，平衡，他能培养出来，他不是一个单项考试多少分对就能应付未来的生存的。这还有一个就是你的终极目标，你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走向社会，在社会上承担对应的社会责任。那我们的社会责任中呢，我们都会认为我这份工作体面，挣钱多啊。但是他未必是获得幸福感。如果社会划这个层次，把这个人定成3、6、9等的时候，确实是压力就变得很大，就觉得我这工作就不如你，
哪有工作不如的？这个呢，就是反过来说，也正因为社会的变化很大，有些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也觉得看到了改变的可能，所以他要积极争取。就比如说啊，我去过有一个就是在云南，就是山区的这个中学，它就是那个一块屏幕那个改变命运那种啊，它就是什么呢？我以前觉得，哎呀，你们这个仿人家。那个就是那个中学刷题，那些孩子都太苦了，就是每天上好长时间的课，中间课间休息没有，课间休息都是你跟他说话，他都得拿着一个就是那个卷子，他手里没这个他都哆嗦，他不知道干嘛，就成天刷。可是我跟他们老师一聊，他说那就是这样，我自己就是只有通过考高分这条路，我才能改变命运，没有别的路。那些孩子就真的能考上，有个别哈。没有午休，没有周末，但是他说，哎，我们出了北大清华的，就有人从这里跳出去，他就改变命运了。就他们，当然他改变命运之后呢，他到了那些北大清华以后，可能放眼一看，他会发现自己其实这个过程当中缺失了很多，就像您说的心灵上的、精神上的很多东西。但对他们来说，就是改变这件事儿，因为我们的社会有了可能，他就觉得为什么不，我就得这么做。出人头地呀，是一个这个动力多么强烈的愿望啊！我们的文化不，当然可以理解啊，谁不希望出人头地呢？有些孩子自己也觉得有挫折感，就是孩子们之间啊，年轻人之间他也有比呀。对，您比如说您教这年轻人，那一个火了，其他还默默无闻呢，那这个心理的，难道说能够想得开吗？能够平衡吗？我说这有什么不能平衡？就是什么平衡呢？你这各有各的难处，大有大的难处，这不是王熙凤说的吗？对不对？你社会高有高的难处，你过去你不是雍正皇帝一国之君，自个儿给自个儿刻方印，叫为君难，你不知道我有多难，你都到皇上了，你不是还是这事儿吗？一样，就出人头地，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这全是问题。我是保守主义的人。对，您比如说啊，您是不是一个小的时候自我评价偏低，所以说呢，举轻若重，容易把一个演出或者一个什么看得特别的重啊，对，生怕自己不行。对，您也有这个心态？有，怎么能没有呢？那这不成为生活的一种痛苦吗？会啊，工作的痛苦都会。对，但是好在就是他给自己有压力了。因为我别的压力没有，我就来自自己的压力。我这点好啊。哎，所以说啊，压力可以是自家压力。对，我不能别人给我压力，别人给我压力，这事儿我就不干了。哎，而且您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吧？我可以不做这事儿。对，压力大了我就不做了。我刚刚看您孩子就看了一小会儿，是不是大鱼就是他的精神上就更松弛一些？会他比我松弛多了。就是这一代年轻人哈，将来他们这一代人才是出大作品的时候。哎，怎么说？没压力。我觉得有压力才是出作品吧？不对，没压力才是出作品。有压力往往出的是偏执的东西，真的是这样。然后再修正这些偏执，又得花同样的力气。哎，马爷不都是说痛苦出诗人吗？我们诗人的东西不管用啊。诗人不能够制造市场，只是一个精神世界的追求而已。对，这是个有规矩的世界啊。我老在想啊，这个100年之后，这个后人看我们今天，就会不会瞧不起我们？就是所以我们，你看，哎，这叫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就是一个是对这个有忧患。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有一样跟我就是对今天的很多成功人士的理解不同。你想今天你一般的成功人士，那就是我成功嘛，我如何提高我的才艺，提高我的名气，我的成功。但是呢，您看他呀，真的就是要培养下一代，其中也有自己的儿子。对，培养的标准呢，我发现也很朴实。他老说的是什么？我就希望这些年轻人。他靠着我传的这个喜剧这一道啊，能自食其力。您觉得您身上是不是有这种忧患？有，其实就是尤其是这些年越来越重。为什么呢？就是说，
你知道，要是对历史要稍微了解一点，你会发现这个文明被戕害、被践踏、被蹂躏，然后几乎要被消灭几次，有过几次都几乎就断了根儿了。哎，生死危亡啊！对，但是最后又复兴出来，就一点火星又起来了，啊，你又有好几次。那么说实在的，也是非常偶然的，全世界就这么一个民族，他偶然的，老天爷造化就让他复兴回来了。文化是很容易被灭掉的，哎，历史上灭掉多少文明？对呀，所以就是我今天通过我的实践，我的这种在演艺这个事业里头，我做了一点儿，就是我懂的知识，我获得了一些知识。我怕这个东西传不下去。哦，您看，你到下一任又跟我和朱时茂30年前似的摸索着走，摸索着，那真难呐。我原来感觉陈老师是上古，我现在知道了，您想的是薪火相传，往下这个薪火人要延续是传不下去的话，真的是一个特别大的损失，你知道吧？哎，就是说很多东西啊是积累而成的，一种对了艺术，一种什么？哎，这个中国历史上有的时候就断了。断了很多次。当年他跟朱时茂琢磨这个小品，那叫水泥地上种草啊。对啊，就是凭空这么想。但是后来呢，看到了中国，比如说元明这个杂剧，对，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喜剧艺术之后，才发现，如果这个脉没有断，对，一直传下来，今天他省事儿的多，对，今天他构思一个小品省事儿的多，对，哎，尤其是你看那个宋代的那个南宋的那个张协状元，我读张协状元之后，哎呀，我惊叹，这是一个喜剧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结构喜剧，哦，而且是他的那个，咱就是说技术水平，远远高于今天绝大部分喜剧的作品，这么高，对。啊，别看现在那个什么那某个电影啊，一说都是多少票房，多少个亿票房，它从喜剧结构上，它比张协状元差远了。他们现在这些喜剧还都是那个糖葫芦串呢，就是个穿糖葫芦，人家那已经开始叠床架屋，开始往上码了，是个楼房。你说差哪儿去了？就从结构方法上差得很远，就是我们比1000年前的戏剧的水平。尤其是喜剧水平，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儿，这个是我当时最惊叹的。但是不是笑就是结果吗？今天都在哈哈大笑，对这个手机都能让人笑。对，那么这个不也是？我就说啊，他就像哎呀，那个就是说，虽然是笑，但是笑和笑它差距很大很大。啊，尤其是这个戏剧里的这个差距，他那个真的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我们为什么今天一直还在这个最基础的喜剧的方法和套路里头一直在这转圈呢？像个漩涡一样。啊，20年前的喜剧你拿出来和今天的那个20年之后的喜剧还是一个方法一个套路在这转，为什么？大家都在无厘头里头去找这个噱头，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提高，他没有技术方法，大家都没有技术方法。现在大家都是在这大概齐的人物里头找那个噱头，找方法，就是用这么一种办法。但它不可持续性就差，越来越像，它越来越像，而且它那种原地打转是在。就当你不知道历史的时候，因为它这个历史它没有台阶儿，断层了，断层之后，他们现在不知道他们曾经的文明里头是怎么讲故事的，达到过怎样的高度，他不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好好在他上学的时候把这个剧本好好学学，老师好好有人给他讲讲，他就知道我该怎么讲故事了。起码咱不能落后于1000年前的古人，对吧？但是就着急就在这儿，你知道吧？我明白了。那我今天假如说这个东西再传不下去，等于后头人还得
就是说中国人民重新摸索，中国人民有应该享受到更高级的喜剧。对，它有点像烹饪，就是你现在流行的都是快餐，快餐也能吃饱，大家都这么来了。但你知道呢，还有一个烹饪技术叫中国传统料理，这非常复杂。对，但这手艺丢了，你就得重新摸索，还是能摸索出来。你像这些年的菜，炒得比30年前好多了。今天随便一个小餐馆的菜都炒得好，很多时候它也是要靠去摸索的。我们现在大量的菜都是叫新派菜。听佩斯讲这个，我比较明白，就是说呢，他把一个本来不可以技术化的东西，他把它技术解开了，他把你技术的点告诉你了，对，这个东西就可以变成一个教材了，可传了，它是可传的，它有点程式。您比如说现在这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个脱口秀，还有这个相声，那么就是，那他这个讲究当随时代，笑话当随时代。那他从时代生活当中找很多笑料写稿，出去一个人哇哇哇，那不是也很火吗？也很笑啊。它不是戏剧，戏剧活动一定是有人装扮，你是用角色和观众见面的，同时还要有故事情节。不是，这才叫戏剧。不是，你说的这个，现在中国做这个脱口秀的，因为我经常去看他们就是这个演出哈，他们我觉得恰恰是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资源去施法我们以前的东西，我们自己文化里的这个东西。现在他们的施法是直接从西方借鉴英文脱口秀，他们也研究很多方法，哎，为什么这个会笑，那个会笑，什么时候怎么样？但他从英文过来呢，其实是有一些东西跟我们的东西不是完全能合上的，但他们也琢磨，他们要是能够找到您这个方法，从我们的源头里头找到这个宝藏，那肯定更好了。这其实你就像在西方，他们学文学、学电影，不得先回到荷马史诗，先回到这个莎士比亚吗？还有一个，他能创新。大家都知道，从古来是这么一结构，慢慢，他们创新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要不是这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啊？刚才我来讲这个事儿，脱口秀和戏剧之间，对，戏剧啊，简单的说是可以永远重复下去的，演100场、200场、1000场都可以。对，这戏台演技不不行。你再说第2场，人说这上回说过，他怎么又说？那就是烦了。所以呢，那这就体现什么东西？体现俩字叫价值。什么东西价值高，你很一目了然，对吧？戏剧存在，自古到今它是有价值的。我们不能说脱口秀这就结构的力量。它的价值是什么呢？它的脱口秀的价值是它临时性的，比如上去了，说今天我现挂，我可以，你比如我今天上来，哎，今儿天儿不错什么的，它都可以用现场的，让你设身处地的跟他沟通在一起。但这东西不能重复性的表演。您说这个，我想到一个我的这个听笑话的一个偏好哈，就是你比如说讲脱口秀的或者讲相声的，那我就是特殊人才，在我眼里非常值得佩服。这就是语言艺术，一般人望尘莫及，达不到。但是呢，我说我有的时候看的时候，我感觉到的有点不好意思，也在于此，就是他是如此目的明确的，你要笑，对我有点替他担心。怕我不会被他逗笑，就有种那种感觉。所以，但是我又经常想啊，我个人更喜欢的一种偏好啊，有点像这个讲马三立相声那个 CD 上有一句话叫“不是我要说笑话，笑话逼人来”。这是什么？奈何笑话逼人来。我发现另一种更让我觉得有趣的是什么？道法自然，就是说啊，我们4个人都没有喜剧天赋，我们生活里平常的人。但是你看我们在谁家客厅里或者吃饭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就一岔嘛，哄堂大笑。哎，我觉得那种笑我特别记忆很深呢。就是他不是天才，他是生活中几个角色之间啊，就是自然碰出来的。我又在想，当然戏剧也是深思熟虑的这个结构之作，但是有的时候您的这个戏剧引发出来的那个笑啊。有点类似于我说的这种，就接近自然，就是它是好像从很开头就开始推进的，形成了一种趋势。这种趋势到最后，你们这几个人碰到一起，他夸他就笑了。就对我来说，他就虽然他也是制造的，但他好像又是更接近自然的。对，这我这个感觉是不是外行的？不是，你那个我再跟你说，你这个是第3类。刚才我们说3类，第1类啊是戏剧经典，这个不用再去解释了，它必须有剧本，必须去排练，必须一次一次的磨合给你演出。
脱口秀，今天我们说的脱口秀，限定在我看到的这个视频中的那种脱口秀，它是有剧本的，它提前有人写好，然后呢有的有提词器的啊，它提词提示你啊，这也是一种准表演。我现在说的是你说的那是第3种，那是最高级的，就是大家在家里说话，没有主题突然出现的。对，我当然希望今天有一个不期而遇最牛的脱口秀演员是什么？你上台。我给你主题，你开说。有的也有这种，这个就厉害。我今天啊，就是吧，我这是最厉害的，就是你没法表演即兴的，对，完全即兴的。你心中有多少内容，全在你心中。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什么？比如我们今天上来，你没有准备，我们说今天说一个主题是什么？是婚姻。除此以外的主题你不要说。那这个人如果能控场，能说很长，那这算本事。哇，我生活里见过这样的人。对，其实马爷某种程度上那不是，就有时候你在饭桌上一个人就是即兴的，那真叫舌灿莲花，举座皆欢。按说他没剧本，对，他讲尽了状态，最高级的。他讲到了状态，那就是全是说的是这类的，他跟表演类的是两类。对，您觉得您不是属于哪种？我是那个技术流嘛，技术，得能技术，对啊，依赖技术的。我还有一种，就是那天我看见一篇文章，我觉得这个文章给我一个警醒，说今天我们听到的那些笑话，真的好笑吗？我就觉得，你看啊，我最早听西方那个脱口秀啊，我就注意到它有那个笑声机，那是叫笑声机还是罐头？对，哗叫笑声。我现在有时候看，你看你们玩专业的，就习惯要把一个事儿分拆来看。那么我有时候看这篇文章，这个意思啊，就是如果做一个实验，把所有的效果声音都去掉，把那个你像当年我也搞过一点什么这肥皂剧哈，下边有那个领笑的，哎呀，我觉得那领笑的真是都是人才，在北京都是人才。明明没什么好笑的，我讲那段子一点也不好笑，那领笑的还是个女的，气特足，哈哈哈哈哈！别人都笑她，对，大家笑，好，这好。哎，现在电视很多节目都是靠这个。对，就是说，那么假如我们把它条分缕析，把这些效果声都去掉，还原到您最朴实的，您本身讲的那个段子，对，那个包袱，它是不是真的好笑的？不是那么真好笑。咱就说把那个笑声发声的那个，还有领涨的，都给去掉了，就是有一定的人在那笑，其实他也不是很好笑的。